这是我找的一些图片啊，这个比较清楚。首先我们先来分解一下它的这个花瓣，那我用的这个颜色会有一些不一样。我画这个紫藤，我用的是这个，用的是玫瑰红和太青蓝。我画紫藤，像这种浅色的紫藤，我也还要用这个底色，也需要用底色的这个太白。我们可以把这些颜色先挤到我们的盘子里，太白、太青蓝、玫瑰红。要用的颜色，等一下我们还是一样的写下来一下。好，我们用那支小花头笔来画。我这一套笔里面不是有一支这个小花头笔吗？画紫藤我们用小一点的这支笔。好，我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个要用的这个颜色还是写出来，好不好？还是给大家清楚清晰一点。紫藤花我们用这个太白，要用太白，藤黄，还有这个玫瑰红，还有这个太青蓝。花用这几种颜色，然后叶呢？叶我们用这个叶有分这个嫩叶还有老叶子，嫩叶跟这个牡丹花的嫩叶是一样的颜色啊，叶子要用这个还是一样的三绿、藤黄、朱标、胭脂。这个是嫩叶啊。那我们画老叶子的话还是一样的，跟这个我们画牡丹花的叶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下，我们画牡丹花叶子都是用这个花青啊，我们这里可以用太青蓝。太青蓝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点，太青蓝加藤黄，然后加墨。这个是老叶，这个是藤呢。其实这个紫藤它比较简单啊，它跟牡丹花不一样。牡丹花它太多品种了，但是这个紫藤它的只是颜色的区别，它所有的花都长一样，只是说我们可以画不同的颜色，但是它的叶啊、藤什么的都是一样。藤我们直接用这个墨，用墨和赭石。好，这个是所有的，就是我们画这个紫藤要用到的颜色，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花。还有一个胭脂哦，还掉了一个颜色，胭脂。太青蓝还有胭脂啊。我们在这个花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花最下面那个还没有开的那个花苞，是会用到这个胭脂的。这个是要用到胭脂的。这些是画这个紫藤所有要用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画花的时候，画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在画这个小花瓣没有开的这个花苞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太白。那我们调色的时候是怎么调呢？我们笔洗干净之后，这支笔直接洗干净之后啊，我们稍微的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和太青蓝去调和。那个
太青蓝调一点到这个笔肚里面。然后调这个玫瑰红，调这个玫瑰红。我们现在是画这个花苞，示范这个小花苞啊，示范花瓣。我们颜色会循序渐进，慢慢的越来越浅的。最深的地方，在那个小花苞还没有开的地方，这样画下面这些啊，这个下面这些它是会深，上面会浅，是颜色会慢慢的会变化。然后蘸这个笔尖蘸这个胭脂，笔尖蘸这个胭脂。然后画这个花苞的时候怎么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花苞，我们直接这个笔直接这么去点它就是了，这去点出各种大小的啊，我们可以慢慢的两笔，慢慢的两笔，这样子点大家会吗？这样子最简单啊，这个小花苞是不是最简单？然后那个花瓣稍微长大一点点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往下画，也可以从下面往上画，这样子一个小的花瓣，它还没有盛开的这一种，哎，可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去点一下，点大一点啊，直接这么去点。其实它有的时候笔法跟牡丹的那个花瓣有点像。好，这个是小的那个花瓣啊，小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跟那个画这个牡丹的这种小花瓣、碎花瓣是有点像的，直接这么去点它。然后我们画大花瓣，稍微盛开一点的花瓣，我们把笔洗一下，洗了之后，我们调一点这个太白，这个太白里面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盘子里这几种颜色都放在一起啊，你就这样子混合去调。这个太白里面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让它有一点点这个蓝色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我们上面可以不用加胭脂，你想加一点，想深一点，加一点点胭脂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画这个大花瓣，大家看一下，这个大花瓣我们一般可以画2笔或者3笔、4笔都可以。我们平时画的时候可以2笔来画，2笔来组成，这样子2笔来组成。然后2笔啊，可以再画2个深的。可以让这个花瓣往上，这种感觉啊，就是4笔，基本上是3、4笔啊，3、4笔一个花瓣。其实待会儿我们画作品的时候，根本就不用画的这么仔细，每一个花瓣看得那么清楚。啊，这个是大一点的这个花片，也可以1笔啊，直接1笔。我们调点水，调点太白，调点这个太青蓝，然后调点这个玫瑰红，然后我们直接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可能就直接这样子下来就可以了，直接这样子下来。一边1笔大1笔小，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待会儿画作品的时候，真正画作品的紫藤那个叶子，可能你就这么画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子分解只是说让大家看清楚它这个花瓣，基本上它的一个生长的规律是有像2个，像感觉是2个花瓣组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2个花瓣，下面4个花瓣，一个大花瓣分2笔，下面会有2个小的这种花瓣，这样去组合的。好，我们再画一下它的这个叶子的，画一下它这个花柄。这个花柄我们用颜色用的刚刚这个颜色，叶柄哈，花柄跟这个嫩叶子颜色是一样。3绿藤黄桌标胭脂。
好，我们画嫩枝干这个叶柄，这个花柄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三绿和藤黄调和，然后蘸一点这个猪标，蘸一点这个胭脂，跟这个牡丹花的嫩叶是一样的啊。画叶柄，叶柄的时候，你这个从这个花的这个根部，一边一笔，这样子下来，可以不要太直了，像打一个八字一样的，一边一笔。这样子下来就可以了，一边一笔，一边一笔，啊，这样子看得到吧？一边一笔，一个花柄，花的这个小柄，这样子，一边一笔啊，一边一笔。可以各种朝向，各种方向，一边一笔，啊，一个花柄，这样子画出这个花柄来。好，这个大一点的也是一样啊，加上它的叶柄。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这里看不到，就直接在这里点2点就可以了，点2点就可以了。花柄啊，这个是花瓣，这个是紫藤花的一个花瓣的示范。对了，我们还要示范这个，把这个紫藤花串起来这一串啊，我们这个也要画一下。那假如说这一串紫藤，我们从这里长下来啊，这是一串它的一个主脉。那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花柄，刚刚我们画的那个花柄，来把这个紫藤把这个花给串起来。我们画这个花柄的时候，我们要两边都有，最好不要画的平行，一定避免太平行，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一些穿插的，看到没有？两边不要对称。那我们这边可以画很多，这边画的很多很密，有一些穿插的。好，我们这边就画的比较少，让它有一个多的少的一个对比，这边多这边少，让它有对比。而且这个花柄的话，我们不要画的平行，要有变化，要有这种缺口的这个变化，不要全部都平均一排一排的这样子排过来，像鱼骨一样的花梗。来，我们示范一下叶子啊。从这个嫩叶开始吧，从这个嫩叶开始。嫩叶这个颜色还是一样的，跟这个牡丹花的这个嫩芽的颜色是一样的。
调这个藤黄、三绿，调一点这个珠标，调一点赭石。好，假如说这一个叶柄上我们要长2组这个嫩叶，那这里长一组，这里长一组。那我可以把这里长一组，让它有一个多少的一个对比。嫩叶，你看这个嫩叶，它跟这个牡丹花的那个叶子画法有点像，但是它的长的这种姿态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紫藤花的这个叶子是2排两排一边一排叶子。但是我们一定也是一样，要注意这个叶子的这个大小。要有大有小，要有变化。哎，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这种，像这样子。这个是嫩叶嫩叶更小一点的，很小。那这边我们就基本上看不到了。那这边我们还有一个更小的嫩叶。它的一个紫藤花的小嫩叶，嫩叶的话，我们也要勾一下叶筋，我们直接用这个胭脂来勾，跟勾牡丹花的那个叶筋差不多，不要勾太多，一边也是一样的，勾个2、3笔就行了，不要勾太多。像这特别小这种，只要勾这个主脉就可以了，勾一下这个主脉就可以了。好，这个小嫩叶。我们画一下这个大一点的叶子，我们可以画叶子，用这个画牡丹花的那个叶子一样的颜色。但是我们现在画这个紫藤，我用的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然后蘸颜色一样的是调好之后，笔尖蘸这个墨，蘸这个浓墨，一样是调好之后笔尖蘸这个浓墨，然后来画这个叶子。那我们紫藤花的叶子。中间一片它会大一点，然后两边各会有慢慢的长。当然这个长的时候不要太平均了要有这个大小。这边侧面的我们只可以让它看到一点点。这个是这个紫藤花的叶子，它是这么样的一个长法。再来画一组。可以有大有小，有变化。这个是紫藤花的叶子。那我们现在来画一下作品，好不好？先画一下作品。